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立春一过，天地间阳气复苏，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生发阳气、精气以及气血最好的时候。今天呢，我带大家做一组通经络、生气血的战功，非常适合平常怕冷、气血差以及脾胃差的人。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找一把椅子，先来做一些热身的小动作，来激活我们全身的经络。好，首先我们深呼吸2次。放松身体，双腿分开，与肩膀同宽，两脚站稳，双手扶着你的椅子后背，然后做5分钟的下蹲动作。1、2，不要求次数，也不要求速度，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就好。下蹲完成之后，咱们坐下来轻轻的从上往下捶一捶自己的双腿。再从下往上捶一捶。因为我们今天学习的是战功，所以呢，咱们在练习之前一定要先激活自己腿上的经络气血，锻炼活动一下自己的双腿。腿部的热身运动做完了，咱们就可以正式开始学战了。第一战，靠墙战，能够泄浊气毒素，运全身气血。首先，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后背对着墙壁。让你的身体呢紧紧的贴在墙壁上，目视前方，双臂抬起到与双肩平行，最大幅度的向后张开，贴到墙壁上。这个动作咱们坚持5到10分钟就可以了。那么您可以分为几组去做每组1到2分钟，中间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动作的重点在于我们要把自己的着力点集中在后脑勺、肩膀、臀部还有脚后跟。这4处一定要保证与墙壁紧贴，想象着自己向上往百会穴在不断的往上顶，向下呢则往涌泉穴用力的向下沉，上下拉伸身体，这样可以缓解咱们颈椎的压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舒展开自己身体的经络，加速全身气血运行的速度，能够运出浊气。同时呢，因为气血加速运行，加强新陈代谢，还能够帮助我们排出脏腑积攒的毒素还有垃圾。这种转法呢，主要是锻炼咱们颈项部的肌肉力量还有耐力，缓解你的颈椎病这个肩关节等等疾病引起的颈项肌肉的一些酸痛、麻胀等等的感觉。刚开始呢，很多朋友在站的时候会出现感觉到这个腰部发酸，站立不稳。一会儿呢就离开墙壁了，这种情况，这说明了咱们可能有一些肾阳不足、肾气偏虚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的脚后跟跟这个墙壁留出一段距离，之后你再慢慢的去调整脚后跟的距离，这样呢可以保证咱们的臀部、肩部、后脑勺可以贴在墙壁上。春天木气盛，肝属木，而春天的早晨呢更是肝木生发最迅猛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在晨起后花5到10分钟的时间练习这个靠墙站，效果会更好。第二是站式俯卧撑，散瘀结，调脾胃。方法呢是我们要面对墙壁，距离墙壁有1臂远这个距离，站定，然后呢双脚打开与肩膀同宽，把你的重心放在肩膀还有手腕上面，撑住这个墙壁。双脚站稳之后呢，慢慢弯曲自己的肘关节，让你的身体贴近墙壁，用你的鼻尖去碰撞墙壁。这个动作我们反复做上5到10分钟。很多朋友呢，生活中习惯性的耸肩，特别是久坐后会导致双肩变硬，进而影响到脊椎还有整个后背，让肩周炎颈椎病等等的问题找上门来。那我们经常练习今天学习的这个站式俯卧撑，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冲散这种肩部的郁结，能够通畅中焦气血流动，还能够调理脾胃之气。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打开肩膀向后伸展开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平时呢中老年朋友很难做到这样的开肩运动，那就可以利用这种俯卧撑来撑住身体时的这个重量来松开我们肩膀处的经络还有淤堵。这个动作比大家俯地去做的俯卧撑难度要小很多，老年人也可以练习。
但是练习之前可以找一块粗糙的路面，或者是您穿一双能抓地的鞋子，以免打滑。在做的时候啊，如果您出现了打嗝呀、排气呀、肚子咕噜响这种情况，不用担心，这是我们在升降脾胃之气的表现。第3是挺胸背手站，通心络，通畅气血，上行头部。不难发现呢，现在不管老年还是少年，其实许多人除了久坐、耸肩，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含胸驼背的问题。长期这种含胸驼背的朋友呢，就容易导致胸骨下陷，使得心脏受到胸骨的挤压而不能充分的扩张，排血量会减少。那么您的心脏呢，就为了获得充足的养分，它就要跳得更快，随之你就会感觉出现心慌、心悸。同时呀，这种驼背也会导致我们的胸廓变形，压迫到肺部的呼吸，这就使得呼吸的活动幅度受到限制，也容易出现呼吸困难，影响心肺功能。那我们在平时练习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练习挺胸背手站，能够很好的调理这个问题。来学习一下动作要领。站立时，双手背于身后，挑直你的脊柱，下巴微收一点，双肩放松，挺胸收腹。这样做，腰、脊柱还有后背的肌肉才可以处于一种最放松的状态。大家不要仰头啊，不要低头，双眼平视前方，但是要把下颌收回来。利用空余的时间坚持5到10分钟就可以。大家可以分成几组来做，每组1到2分钟。我们低头的时候呢，你的脊椎最突出的这个地方叫做大椎穴，这是我们人体7条经络循行的地方，也是我们气血的十字路口，同时也是一个最容易淤堵的地方。咱们做这个挺胸抬头站呢，可以把大椎穴这里疏通，让气血畅通的上行到头部，改善头晕呀、失眠健忘啊、脱发等等的问题。站完之后，我们可不能躺下来，或者是马上就去休息了啊。咱们还应该做一个收神敛气的动作，动作很简单，继续站立，双脚与肩膀同宽，放松上臂，双手从身体的两侧缓缓的上举到头顶的上方，停顿1到2秒钟，双手再经过脸前、胸前、腹前向下按，回到身体的两侧。这个动作重复升降3次，就可以收工了。今天给大家讲的这3种站功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需要，任意选择其中的一种去练习。比如说肝气郁结的朋友，重点练习第1式；脾胃不好的朋友，重点练习第2式；胸闷气短的朋友用第3式。那您也可以每天选择一个来循环练习，坚持下来如饮清泉，从头到脚呀，你都会感觉它非常的通透。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